是一个蛮新跟蛮年轻化的一个公司，做产品定位跟市场定位的时候，我就会希望说用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方式，跟以新颖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这样。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，见习的老板，然后当时他有买台电手，然后那其实已经耳提面命好几次，所以其实在车机真的很稳定，因为它蛮多重要的 course， 所以相对在车的时候几乎没有断裂的状况发生。在车销过程中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。刚好我手上有一些白柳石的 case， 它白柳石的材料它大概是200多 MPa 左右，所以它其实相对很低的。所以说我就想说，那我们就拿去给东西试试看。然后一次车了6颗，几乎都不用 try in， 而且 module 我们都没有用补偿的方式，然后都可以用 Identical XP 就直接都完整的命令出来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当时我看到成品，其实我相对是非常惊讶的，因为以市售的车机应付白流石，我觉得会有点难。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是因为东兴它可以帮我写一些模板，它可以帮我写程式，然后让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一个很顺利的产品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大原因，除了售后之外，因为当然售后没有问题，第二个是写程式这一块的方便性，因为在我们技工所的市场定位来说，我们很常会做到一些蛮特别的，像细体陶瓷，不管是长瓷细体陶瓷还是白柳石细体陶瓷这一块，要加工这一类低强度的玻璃陶瓷，你需要一个很稳定的车机，甚至是一个很稳定的软体。再来就是售后这一块，其实一开始跟蔡老板接触的时候，交谈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些蛮安定的安全感。我的技工所里面同时间有3台车机，所以我会还蛮在意售后这一块的服务。而且因为我们台湾的机器大部分都是仰赖进口的，所以有时候一有问题，就是 delay 到 case， 对，会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售后跟产品的稳定，还有当你今天遇到问题，可以跟工程师在协调的过程中，是可以得到很顺利的结果。我觉得这是我后来决定忍受最大的一个动机。我觉得我们双方其实还蛮像的，就是我们也都是很年轻的工程师，就是像蔡老板，我觉得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去倾听我们的需要跟需求，在合作起来是蛮默契的，会有这样的。